第121章条件。晚上10点，见于酒吧。等待一下午仍未拿到赏金的克莱恩特意出门，到乌斯肯特眼前转了一圈，得到流程已经走完，但明天上午才能发钱的答案。他顺便伪装参与了鉴于酒吧内冒险家们的私下交易，可惜未能发现密偶大师魔药的主材料或神奇物品。变回原样，克莱恩压了压礼帽，试图挤过人群离开这正处于最热闹最喧嚣阶段的酒吧。这时一道道目光扫过了他的脸庞，绝大部分先是一愣，旋即明显停滞了2秒，仿佛在辨认什么。豁然之间，他们同时缩回视线，向着远离克莱恩的地方退去，就像被分开的潮水。格尔曼斯帕罗的样子和实力，他们已经从报纸上和传闻里有所了解，更多的细节也逐渐在冒险家、海盗和黑帮成员聚集的各个地方流传开来，让不少人初步知道了当时的状况。知道了格尔曼斯帕罗一发现巧言者米索尔金就瞬间拔枪射击的疯狂举动，所以大家都自觉地远离这危险的家伙。贸易商人雷尔夫正在吧台前喝酒，忽然察觉到那边有异常，本能半转身体望了过去。他很快看见了位脸庞消瘦、棱角分明的沉默绅士，脑海内自然而然就浮现出新闻报上刊载的对应肖像画：猎杀了巧言者的格尔曼斯帕罗。紧接着雷尔夫想到了傍晚与反抗军首领卡拉特碰面时闲聊的内容，确认眼前这位疯狂的冒险家并不排斥海神，甚至见证了反抗军与冰山中将的私下交易。或许可以将他发展成海神的信徒，即使他对群岛的未来不感兴趣，在某些事情上说不定也会提供帮助。雷尔夫双手交握，至于嘴边做出个仿佛在吹海螺的动作，这是向海神卡维图瓦祈祷的手势之一。然后他猛地起身，拿着啤酒杯走向了格尔曼斯帕罗。此时克莱恩也注意到了雷尔夫的靠近，并且认出了对方是谁，那是曾经想将2万金镑1/3身家奉献给海神的虔诚信徒，那是被他打发去做儿童慈善基金的前海盗线商人。通过慈善基金有关的新闻和对方总是很虔诚的祈祷，他对雷尔夫的了解可以说涵盖了方方面面，所以他很疑惑对方为什么会试图接触格尔曼斯帕罗。有委托，反抗军因各种缘由无法去做的事情。克莱恩目视雷尔夫，放缓了脚步。格尔曼斯帕罗先生。雷尔夫举了下手中的啤酒杯。克莱恩点了下头，自然维持着人设道：我并不认识你，哈哈，冒险家之间的认识总是很简单，也许只需要一杯酒。雷尔夫指了指吧台，有没有兴趣来一杯？好，克莱恩深藏疑惑，简单回应。坐到吧台角落，他要了杯南威尔啤酒，边喝边看着雷尔夫，不主动开口。被一位海盗将军级强者静静注视，并非什么好的体验。雷尔夫喝了口啤酒，掩盖住精神的高度紧绷，哈哈笑道：我听说过你，在今天这件事情之前，知道你是一位对殖民地原住民没有歧视的真正绅士。克莱恩脑海内闪过了一句句台词，最终定格于相对符合人设的几个单词。说重点。雷尔夫险些呛道，轻咳2声道：我有这个荣幸向你介绍我们的神，群岛的救主，大海的眷者卡维图瓦吗？你知道的，大海是如此的辽阔，风暴是那样的可怕，单纯凭借自己，即使4王级的大人物，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战胜种种困难，生存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位神灵，一位可以回应你的，执掌着大海与风暴权柄的神灵，向我介绍我自己，然后让我信仰我自己。克莱恩控制住嘴角的微动，转而说道：我更感兴趣的是你们有没有神奇物品，很强力很有攻击性的那种。雷尔夫露出真诚的笑容道：我们没有，但只要你虔诚信仰海神，也许有一天就会获得相应的赐予。我没有，不要胡乱替我承诺啊。克莱恩一时又好气又好笑，他觉得这谈话没法继续下去了，于是一口喝干净大半杯南威尔啤酒道：我会考虑一下的。他正要离开，酒保忽然凑了过来，舔着脸笑道：格尔曼斯帕罗先生，这里有个委托是找您的。什么？克莱恩扫了雷尔夫一眼，后者识趣的端着啤酒离开了座位。他对今天的成果已经很满意，因为没想过一次就能将疯狂冒险家发展为海神的信徒，他的目的只是让对方知道有这么一种可能，并主动的思考利弊。等到吧台角落恢复寂静，酒保连忙笑道：他自称是您认识的药师，有个任务想要委托给您，如果您有兴趣，可以在这里等待，我们将按照约定的方式联络他认识的药师。胖乎乎的达克威尔
养了只胖乎乎猫头鹰的达克威尔，他会有什么委托？解救他的老师罗伊金？这种事情我可做不了，风险实在太高了。念头电转间，克莱恩决定先听听对方究竟有什么委托。好，接近11点时，克莱恩在建于酒吧的3号桌球室内见到了畏畏缩缩的胖药师达克威尔。对方已换掉了那身相对显眼的乡村巫衣袍，做起本地人打扮塔拉巴衫、阔脚裤加咖啡色的后夹克，而那只圆脸猫头鹰正静静停在达克威尔的右肩上，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对面的冒险家，和正义小姐对塔罗会其他成员的打量感很像。这猫头鹰也许真是非凡生物，观众类型。克莱恩心有判断，表面却不动声色，低沉问道：“你有什么委托？”是这样的，胖药师左手揣在兜里，紧紧握着那个戒指盒。我即将有一段旅行，去别的岛屿，呵呵，大概需要3天。因为某些事情，我可能会遭遇危险，当然，也可能不会。总之，我需要一位保镖。而你是我能想到的最佳人选。你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其实并不那么厉害，只是你认识的人很少。不救老师，离开拜亚姆，这是去找帮手，或者已经解救。危险正是来自军方的追捕。克莱恩边揣测事情的真相，边平静问道：“有多大的危险？”达克威尔嘴唇嗫嚅了几下道：“我无法确定。如果危险超过你的能力范围，你可以直接将我交给对方，这是我们现在就约定的承诺，不会破坏你的名声。要不是我知道你这人说话总是不够好听，我都以为你在用激将法了。”克莱恩想了想道：“你能支付什么样的报酬？”达克威尔本想直接说出早就考虑好的答案，但一时又有些犹豫，因为事情确实很危险，筹码如果不够，很难打动格尔曼斯帕罗，他害怕议员出现。事情绝望前，保镖就放弃抵抗，这也就是他一定要请强者的原因。克莱恩扫了他一眼，冷淡说道：“你可以先考虑一下，我去趟盥洗室，回来再告诉我答案。”说着，他转过身体，走向门边，拧动把手，迈了出去。他这番应对看似老练，有种属于冒险家和赏金猎人的潇洒与冷酷，但实际上他并非真想给胖药师思考的时间，纯粹是找机会去盥洗室到灰物质上占卜，这才是他要不要接任务的关键。出了桌球室，来到盥洗室门口，克莱恩排了会队，终于等到一个马桶空出。进入里面，他一下皱起了眉头，被环境的肮脏和气味的恶臭弄得一阵恶心，险些扭头就走。强忍着关上门，嫌弃地戳了下冲水按钮，他边感叹占卜环境恶劣，边小幅度逆走4步，展开仪式。棋牌室内，达克威尔等到格尔曼斯帕罗的背影彻底消失，才敏捷地关好门，询问起肩上的猫头鹰：“他会不会出卖我？”“不会。”猫头鹰咕哝道。“还有，向我提问时得有礼貌。请教哈里先生。”达克威尔脸庞肥肉抖动了一下。“哈里先生，你认为他会接受什么样的报酬？”“我很难看穿他，他擅长掩饰自己的表情。”猫头鹰坦然回应道。“该死的哈里先生，不，该死的傻鸟！”达克威尔暗中咒骂了一句，来回踱步，思考筹码。过了一阵，克莱恩返回3号桌球室，开口问道：“想好了吗？”他已经在灰物之上占卜过，这次任务危险程度可以接受，而且他刚好也想在短期内离开拜亚姆。3天800磅，以及我们的友谊，我是指我老师和他朋友们的友谊。达克威尔不太自信地说道。克莱恩沉默几秒道：“3天1000磅。另外，你们那个组织帮我弄一件强力的攻击性神奇物品，我会按照合理的价格支付现金1000磅。我哪有这么多？”达克威尔犹豫了下道：“我预付300磅，剩下的等到了目的地，找到我想找的那个人再支付。”他打算让老师的老师来偿还尾款。克莱恩平静点头。成交。胖药师达克威尔顿时松了口气，旋即厚着脸皮笑道：“我是否可以认为保护从现在开始生效？”第122章不一样的敌人。听到胖药师的问题，克莱恩心中暗笑，表面冷淡。从你支付第一笔款项开始。达克威尔先是毫不犹豫地掏出大把现金，接着心疼地点数道：“这是300磅，你可以履行约定了。”克莱恩接过那些钞票，点了点头道：“没问题。”达克威尔顿时放松了不少，就像溺水之人终于抓住了救生圈。半个多小时后，特亚纳旅馆内，达克威尔愣愣地看着强大的冒险家格尔曼斯帕罗对职业的前台道：“换一间豪华套房。”说完，克莱恩退后了2步，
似乎在将位置让给胖药师。达克威尔吞了口唾液，迟疑着问道：我父，任务期间所有开销都由雇主承担，这是冒险家的规矩。克莱恩面不改色的回应道：我信你是蠢驴，难道你叫几个红剧场的女郎过来，我也得替你付钱？达克威尔想了想，挤出笑容道：我们可以只用一个普通的房间，这样更便于保护，那你可以自己住。克莱恩毫不费力地扮演着格尔曼斯帕罗。达克威尔哈哈笑了2声，走到柜台前，没什么表情地说道：一间豪华套房。等到真正入住，进了较小那个卧室后，胖药师达克威尔一边打开窗户给猫头鹰哈里先生留门，一边掏出衣兜内的戒指盒，检查那枚奇异骰子的状况，确认骰子还是和之前一样4点朝上，没有变化后，达克威尔悄然吐了口气。贝克兰德，一栋普通的房屋内，因斯赞格威尔从深沉的睡眠中醒来，第一反应是确认自身的状况。这是他每天都会重复做的事情，因为他无从知晓自己睡着以后0-8会编织什么故事，带来什么样的意外。确认自己没有受伤后，因斯赞格威尔穿上斩亮的皮靴，站了起来。他不出预料的看见008静静摆放于书桌上，仿佛一支最普通最常见的羽毛笔。然而他昨晚已经被锁在了一个有层层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的金属匣子内。因斯赞格威尔凝重的走了过去，一手握住008，一手翻开了旁边的笔记本，发现那里已多了近1页的文字，但他敏锐察觉到了一些问题。他望向镜子，发现里面的自己竟有种陌生的感觉，就仿佛体内诞生了另一个因斯赞格威尔。他低下头，看见双手的指甲缝里有明显的异常存在，但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昨晚做过什么。看完这段描述，因斯赞格威尔本能就望向了房间内的全身镜，只见里面的自己依旧瞎了只眼睛，古典雕塑般的脸庞没有一丝皱纹，但他的嘴角位置却残留着些许笑意，与凝重的目光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刻，因斯赞格威尔觉得自己脸色有些发青，眼眶下方偏黑，再配上那抹他完全不知怎么出现的笑容，整体显得非常阴森、狠辣和诡异。他抬起双手，低下脑袋，看见指甲缝里有一块块已经发干的黑色污泥，似乎昨天半夜去花园刨过树根。虽然已经从死神途径转到黑夜途径，成为了一名守夜人，但因斯赞格威尔并没有丢失之前的非凡能力，依旧是一个强大的通灵者，死灵领域的导师，所以他立刻就打算沟通房屋内外的灵，了解昨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他的眼角余光瞄到了笔记本上的最后一段内容。因斯赞格威尔试图通灵，但却悲哀的发现自己毫无收获，似乎有同样专业的人士处理掉了所有的线索。他很担忧，他不知道昨晚的自己究竟卷入了什么事情。因斯赞格威尔的表情愈发沉凝，尝试着进行了通灵，预料之中的没有获得任何值得惊喜的结果。周三上午，幕后老板已经更替的香树叶酒吧外面，克莱恩绕着一条僻静的巷子，见到了提着一个小皮箱的乌斯肯特。你的赏金。乌斯肯特将那个不算大的皮箱扔了过去。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赏金，属于军方的垫付，前者涉及总督府和王国财政，需要走的流程很多，至少还有3天才能完成。克莱恩接住皮箱，当场打开，看见里面放了一叠叠整齐的钞票，以1磅和5磅为主，一共5400磅，没有抽成。乌斯肯特强行笑道，换做别的冒险家，他顶多给4000磅，剩下是环节上一系列人员的收入。但对面是个疯狂的家伙，实力更是接近了海盗将军，害怕被当场射杀的他只好义务劳动。军方应该不会拿假钞骗我。克莱恩抓起一叠钞票，随手抖了一下，5400磅。躲在巷子外面的达克威尔听见乌斯肯特的话语，偷瞄了那个皮箱一眼，被里面充满质感的一叠叠金棒晃花了眼睛。他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钱放在一起，冒险家真是一个赚钱的职业啊！狩猎成功一个海盗就有几千磅，保护我3天收入1000磅，加一个要求，偶尔还能找到沉船和宝藏。我为什么要做药师，而不是冒险家？早点知道就应该选那个幸运的非凡途径。达克威尔异常羡慕的想着，不过他很快就记起了现实，那就是大部分冒险家其实都过得不是那么富裕，即使真能发一笔财，有1/3的收入也得贡献给药师，不是治疗伤势、消除旧患，就是买药助兴、对付隐疾，还是做药师安全。
达克威尔在心里长叹了一声。这时，没仔细点数只大致确定了金额的克莱恩关上皮箱，对乌斯肯特道：“我会离开拜亚姆一段时间，如果有什么消息，该怎么通知你？”你要离开拜亚姆？乌斯肯特略感诧异的反问道。克莱恩轻轻点头道：“接了个保镖任务。”乌斯肯特先是恍然，旋即涌现出一种莫名的轻松感。这疯子如果长期待在拜亚姆，总有一天会惹出大事来，还是到海上飘荡，和那些海盗们战斗比较好。乌斯肯特当即微笑道：“你可以直接发电报过来，并附上我的地址，电报局有我们的人。”好，身穿黑色呢只大衣的克莱恩没有多说，提上皮箱，转身离开了巷子。他和达克威尔一道，直奔港口区，准备搭乘最早那班去奥拉维岛的客轮。猫头鹰则飞于行道树间，显得偷偷摸摸、鬼鬼祟祟。他们昨晚已买好黑船票，登船之前的半个小时，达克威尔颇为煎熬，害怕出卖老师的人突然赶到袭击自己。这种情绪一直维持到他进入所属的一等舱才缓和下来。只要客轮进入海上，没有飞行能力或自己船只的非凡者很难在中途拦截。快开船，快开船！达克威尔望着窗外喃喃自语。此时，那只猫头鹰已跟了上来，停于他的左肩，克莱恩则坐在房间椅子上，戒备着可能到来的袭击。就在这时，天色飞快变得暗淡，风声越来越烈，空气里的湿度明显攀高。有风暴！达克威尔睁眼脱口，这意味着船只可能不会准时起航，也许会延误几个小时。而那样一来，达克威尔将承受许多不必要的风险。他转头望向格尔曼斯帕罗，挤出笑容道：“你有什么办法吗？”“有倒是有，比如你立刻向海神卡维图瓦祈祷，而我马上去灰雾之上响应，将这场风暴驱散。但不用怀疑，几分钟甚至几十秒后，海王亚恩考特曼就会赶过来，而他的攻击还会更早。”克莱恩看着胖药师，平静回应道：“我只是一个冒险家。”达克威尔知道自己确实不该有不必要的期待，遂暗骂一声天气，转回身体，将脑袋探出窗外，研究起具体情况。轰隆！一道银白的闪电劈下，在克莱恩有反应前，直直命中了达克威尔。达克威尔顿时抽搐着倒下，浑身冒烟，皮肤发焦，电蛇乱窜。克莱恩险些惊呆，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有人在雷雨天气被闪电劈中，这也太倒霉了吧！他短暂竟忘了救援达克威尔。猫头鹰哈里先生同样愣了几秒，然后尖叫着道：“快快！他左边第二个暗袋里有瓶药剂，快给他喂下！”这猫头鹰会说话。克莱恩挑了挑眉毛，上前几步，弯下身体，找出了那瓶血红色的药剂，然后将它强行灌入了达克威尔的嘴巴里。过了近2分钟，达克威尔终于清醒，边掉落焦黑的皮肤，边艰难站起道：“我去处理一下伤势。”他蹒跚着进入自己的卧房，反锁住了房门。做完这一切，他拿出那个戒指盒，沉重的打开了盖子。几乎没有转动空间的戒指盒内，那颗乳白色的头子不知什么时候已做出改变，红色的2点朝上。外面的客厅里，克莱恩站在原地，回想着之前发生的一切，眉头一点点皱起。此时此刻，他莫名觉得这次保镖任务将要面对的敌人也许和以往不太一样。等到达克威尔初步恢复，重新出来，克莱恩坐在椅子上，身体略微前倾的开口道：“说明一下，这关系到我怎么提供保护。”第123章判定。听到格尔曼斯帕罗的话语，达克威尔第一反应就是将奇异头子的事情没有保留的讲出来，务求让自己以极大代价雇佣来的冒险家掌握问题的根源，有效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可他旋即又想到了老师的叮嘱，想到了那头子很可能是学派内相当重要的封印物，一旦准确告知格尔曼斯帕罗，也许会诱发对方的贪婪，让事情往更加不好的方向发展。冒险家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杀掉任务委托者的传闻在海上没有1000，也相差不多。我又不了解格尔曼斯帕罗，不清楚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必须足够的谨慎和小心。而且头子才自行转到2点，处境不算最坏最绝望，还有等待的机会。达克威尔犹豫了几秒，终于做出决定，打算先避开重点，只谈表面现象。他下意识避开格尔曼斯帕罗看似平和的目光道：“是这样的，我和我老师隶属于一个隐秘的组织，逃亡是因为内部出现了叛徒，他们掌握着与命运有关的途径，能够让自己幸运，让目标倒霉。我或许已经被诅咒，
所以刚刚才会那么不走运的被闪电劈中。解释完毕，他强行掩盖住内心的忐忑，等待格尔曼斯帕罗给予回应。他会不会不相信我？他这种实力强大、经验丰富的冒险家应该很难欺骗。他要是发现我在说谎，多半会把我直接沉海里去。达克威尔站在那里，惴惴不安，就像被老师叫到讲台旁的学生一样。果然是生命学派，怪物途径。克莱恩若有所思点头，我明白了。你尽量少活动，我会考虑怎么应对厄运的厄。达克威尔愣了一下，不敢相信格尔曼斯帕罗那么容易就接受了自己临时编织的理由。他强行挤出笑容，连连表达了感谢，然后回到属于自己的那个房间，背倚门板，掏出了那个戒指盒。啪！他手掌微颤的打开盖子，发现乳白色的头子不知什么时候已诡异转身，6点朝上。这表示我刚才足够幸运，所以顺利欺骗住了格尔曼斯帕罗。达克威尔有所恍然的想着。猫头鹰哈里先生重新落下，却未选择胖药师的肩膀，似乎对之前险些被劈中的事情心有余悸。他立于木桌上，眼睛圆滚滚的望着前方道：达克威尔，你很紧张，这不需要你告诉我。达克威尔恼怒的说道。猫头鹰展了下翅膀道：好吧，那我换一个说法。我认为我必须考虑更换主人的事情了。格尔曼斯帕罗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我呢？达克威尔愕然问道，一时忘了生气。猫头鹰哈里先生啧了2声，你难道没有察觉你内心的担忧和害怕？你自己都怀疑自己可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那个古怪的头子真的太危险了。如果我是你，我会把它直接丢到窗外，丢进海里，让你老师的老师自己来打捞。你怎么知道我老师的老师？达克威尔脱口反问。哈里先生骄傲地扬起脑袋，不要怀疑一只猫头鹰的视力。达克威尔已陷入思考，没去在意他的回答。不行，那样不行，把头子丢进海里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按照老头以前的说法，他哪怕被大海埋葬，过个几天也能让大人物们靠拢拾取。那就真的丢失了。傻鸟，你没有足够的神秘学常识，不明白这些重要的封印物就像红剧场里最受欢迎的那些妓女，总是能吸引到那些饥渴的男人们，包括你。猫头鹰哈里冷静回应道。至于神秘学常识不够的问题，我想有一句名言可以解释。罗塞尔大帝曾经说过，子女如果没有接受好的教育，那是父亲的过失。这句话也能用来描述宠物和主人之间的问题。好吧，达克威尔，不管怎么样，我都认为你必须和格尔曼斯帕罗交流一下头子的事情，否则接下来会更加危险。我再看看，或许他会固定在6呢。达克威尔犹豫着说道。他坐至床沿，躺了下来。这时，肆虐了一阵的暴风雨逐渐平息，天空开始放晴，客轮吹响了起航的汽笛。1等舱客厅内，克莱恩望着窗外，望着雨后呈现的蒙蒙彩虹，心里并不像表面那么平静。单纯的敌人，他并不怎么畏惧。大海之上，除了4王和官方半神，除了以船队形式出现的海盗将军，其他都很难威胁到拥有蠕动的饥饿和好几件神奇物品的他。即使船只被轰沉，即使掉进海里，拥有海神领域诸多符咒的他也能找到逃生之路。但运气这种东西，委实难以把握，不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甚至想不到办法应对。虽然我的称号是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但那是从那个转运仪式改来的，而那个转运仪式的作用很显然不是让人摆脱霉运。达克威尔的事情有点难办啊，只能辛苦一点，密切注意他的情况。一旦出现会引起死亡的倒霉事，立刻出手救援，希望能撑过这几天，撑到奥拉维岛。胖药师的长辈应该有办法让他转运。克莱恩揉了揉额角，并没有什么异样。昨晚太紧张未能睡好的达克威尔不知不觉陷入了梦境。过了一阵，他的肚子告诉他该起来用午餐了。他努力想睁开眼睛，可身上却仿佛压了一个无形的人，让他难以动弹。他觉得自己的后脑在发胀，有点刺痛，觉得呼吸开始变得困难，心脏跳动的超过了正常频率。不会要梦中猝死吧？达克威尔努力挣扎，但怎么也醒不过来，整个人越来越无力。就在这时，他的嘴巴被尖利的事物啄开，冰凉的液体随之灌入，并沿着脸庞线条染湿了下巴和脖子。达克威尔的身体一下缓和，眼睛终于睁了开来，看见2只明黄如金的圆眼睛的仿佛能与自己的脑袋碰在一起。养只非凡宠物还是有作用的。达克威尔先是感慨，接着迅速坐起，
掏出了那个戒指盒。这个时候，里面的骰子转到了另外一面，一点。倒霉到险些梦中猝死，不，感觉不是这么简单，他似乎放大了某些概率，比如梦中猝死的概率，被闪电劈中的概率。不行，再这样下去，我绝对会死。达克威尔异常惶恐的想着，恐惧迅速战胜了他，驱使着他手拿戒指盒，冲到了门边。也许是由于差点猝死的影响，他竟没什么力气，握着把手难以拧动。救命啊！救命啊！猫头鹰哈里先生尖声叫道。砰！房门被打开，撞到了达克威尔头上。如果不是克莱恩刻意控制着力量，这位胖药师或许已经脑袋破裂，鲜血横流。顾不得揉搓额头的青肿，达克威尔慌乱说道：是他，是这枚骰子让我倒霉。他现在是一点，我做什么事都会失败。他刚才已经想好，将整件事情告知格尔曼斯帕罗，期待这位强大的冒险家能给出有效的建议。至于对方因贪婪杀人的可能，他并没有排除，只是认为两件有害的事情里，如果要做选择，肯定会选相对没那么差的。告诉格尔曼斯帕罗可能会死，不告诉则一定会死，怎么选择根本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骰子丢了也就丢了，我的生命更重要。达克威尔理直气壮地想着，然后他看见格尔曼斯帕罗露出一抹礼貌的笑容道：感谢你的幽默，这个笑话还算不错。这不是笑话。达克威尔低头看向戒指盒，只见那鲜红如血的一点没有任何变化。难道连有足够理由的说服都会失败？胖药师豁然变得绝望。真的，他说的是真话。猫头鹰哈里在旁边乱扇着翅膀。又涌现希望的达克威尔听见格尔曼斯帕罗低沉说道：那为什么不把他丢进海里？说完，克莱恩礼貌关上房门，走回了客厅。这家伙肯定藏着秘密，不能被他用蹩脚的理由骗到。克莱恩坐到椅子上，等待着达克威尔说出更具体更详细的情况。达克威尔沮丧的重新坐下，一动也不敢动，害怕遭遇失败。他没有发现那枚骰子又改换了朝上的表面，这次是3点。午餐前，克莱恩进入盥洗室，腾空肚子。洗过手后，他顺便进入灰雾之上，准备浏览下积累的海神信徒祈祷。他刚坐至属于愚者的那张高背椅，脑海内突然回想起诸多细节，眼睛一下睁大。我怎么会信了那么无法经受推敲的说辞？我怎么会认为那枚骰子是蹩脚的理由？刚才2次就和被猪油蒙住了心灵一样。不是这样，是达克威尔的解释刚好符合我的某个猜测，于是我就本能默认为真，默认为假。克莱恩瞳孔微缩的想着。此时此刻，他心里已然有了判断，那枚骰子真的有问题。第124章恐吓。灰雾之上，巨人居所般的宫殿内，克莱恩手指轻敲斑驳长桌的边缘，思绪不断围绕着那枚奇异的骰子打转。它能让我毫无察觉、毫无异常的接受影响，这已经和当初的0到8分差不多了。只是一个就在面前，一个躲于幕后。它肯定是封印物，而且属于接近顶端的那种。即使不是0分级，也是1分级里非常特别的存在。命运这种东西，我暂时无力干涉，可又不能被动的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层次的封印物往往会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也许将影响到胖药师周围的人，比如我和船只上的乘客。克莱恩苦想一阵，毫无头绪，决定立刻返回现实世界。他不知道该怎么封印那枚骰子，或者怎么减弱它的影响，但他清楚有人知道。这个人就是还在母亲肚子里，还处于胎儿状态的水银之蛇威尔昂塞汀。进入主卧，从钱夹里取出那只千纸鹤，并展开于桌上后，克莱恩看了眼还存在擦拭痕迹的表面，拿起铅笔写下了简单的问句：那枚骰子怎么处理？他将千纸鹤原样折回，塞入钱夹，接着来到仆人房间外面，屈指轻敲了3下。这不算违背格尔曼斯帕罗的人设，因为他是文质彬彬的疯子。当然，克莱恩主要是害怕贸然开门会直接将倒霉的胖药师达克威尔撞死，这属于死神来了系列电影让他增长的见识。另外，克莱恩还有些担心直接开门会看见辣眼睛的画面。以达克威尔表现出来的喜好，他发现自己正置身于极端危险的处境里，且难以摆脱，只能等死后有不小概率决定最后爽一发。克莱恩腹诽之中，听见胖药师有气无力的回应道：什么事情？
还没死就好。克莱恩小心翼翼开门，略微前倾身体，望着达克威尔和他面前打开的戒指盒，平静问道：几点？不是有逼钟吗？达克威尔依旧是那副没有精神的样子。我问的是头子，克莱恩简洁补充道。还是3点？达克威尔先是本能回答，旋即扭过脑袋，跳了起来。你相信我了？克莱恩未作回应，免得对方想起格尔曼斯帕罗刚才被头子愚弄的场景。他转过身体，语气没有起伏地说道：将头子带到外面来。好的。达克威尔和猫头鹰哈里惊喜出声，几乎同时，他们一个抬起了双臂，一个扬起了翅膀。等胖药师非常小心地捧着戒指盒出来，克莱恩指了指茶几道：放在上面。他边说边坐至旁边的沙发，双肘支在大腿上，身体前倾地审视起那枚奇异的骰子。从外表看，这骰子没有任何神秘学意义上的古怪，与正常同类唯一的区别是，哪怕3点也用的是红色。克莱恩谨慎的没去触碰，略微直起身体，看向坐到对面椅子上的胖药师达克威尔和落至椅背顶端的胖猫头鹰哈里。描述下具体的情况，达克威尔在没有任何隐瞒，笑得比哭还难看的说道：这是我们组织内部的一件重要封印物，我的任务就是将它送到奥拉维岛指定人员的手中。可是你也看到了，它非常危险，它会自行转动，哪怕根本没有相应的空间。当它转到6点时，持有者会足够幸运，做任何事情都能轻松成功。就像我之前用相当蹩脚的谎言就欺骗到了你一样，不要提这件事情。你总有一天会因为那张嘴巴被人狠狠教训一顿。克莱恩没有表情的听着，达克威尔继续说道：1点表示持有者会非常倒霉，什么事情都无法成功，哪怕我将事情没有隐瞒的全部告诉了你，你也不会相信。2点应该是程度较轻一些的厄运，可为什么会导致我被闪电劈中？这让人无法理解。3点和4点属于正常的倒霉和幸运，这可以确认。5点和2点对应，你还不算足够倒霉，否则我刚才已经揍了你一顿。克莱恩想了想，冷静吩咐道：从现在开始，你们轮流监控这枚骰子，当它降到3点以下后，立刻告诉我。我们。达克威尔一时有些茫然。包括我。他身后已被顶端的猫头鹰抬起了右边翅膀。克莱恩往后靠住沙发背，敲起右腿，平静说道：这有助于保持精力，维持注意。说完，他用下巴指了指猫头鹰：你先开始，我的名字是哈里。猫头鹰嘟囔了一句：哈里。克莱恩忍住笑意，转而对达克威尔道：你去拉响铃铛，让侍者过来。从现在开始，我们选择送餐服务。抵达奥拉维岛前，你必须时刻待在客厅内，哪里都不能去，即使你想进盥洗室，也得在3点和4点状态下。如果确实憋不住，我会给你一个桶。听着格尔曼斯帕罗有条不紊的吩咐，胖药师达克威尔一点点安定下来，不再像之前那么惶恐。他刚才最担心的事情，一是格尔曼斯帕罗的贪婪被诱发，选择杀人劫货；二是这略显疯狂的冷酷冒险家被头子吓到，决定中断委托，不再提供保护。而现在看来，格尔曼斯帕罗并不畏惧，甚至信心不小。达克威尔暗中松了口气，油然想到，他刚才的表现真是专业啊，并且一点也不害怕。他还能从头子的影响里强行挣脱，接受我的解释，不愧是能轻松猎杀巧言者的强大冒险家，肯定是海盗将军级的强者。达克威尔站起身，走到门边，拉响了服务铃铛。就在他返回沙发区域的时候，耳畔忽地响起了猫头鹰哈里尖利的声音：变了！2点。豁然间，克莱恩双脚用力，毫无征兆的就从沙发上窜了起来，奔到达克威尔的身旁。砰！外面传来一声枪响的同时，克莱恩拉住达克威尔的手臂，胳膊后撤，腕部抖动，将胖乎乎的药师甩到了另外一边。这个时候，达克威尔原本站立位置对应的墙上多了个子弹打出的孔洞，这是有水手枪支走火或者射击海鸟等目标时打在不知什么地方反弹了进来。无论哪种情况，发生概率都是很低啊。结果，克莱恩侧头望向胖药师：有受伤吗？达克威尔后怕摇头。没事。接下来的时间内，克莱恩陆续解决了10来起意外，包括屋顶吊灯突然坠落，滑倒的维修工人的锤子直奔达克威尔的脑袋，胖药师喉咙被鱼刺卡住，险些死去。这看起来都不是太厉害，但对克莱恩而言却需要让精神高度集中。
疲惫在所难免。好在头子又自行转至4点，终于结束了那充满灾难的1个小时。不行，再这样下去，说不定我救人时都会发生意外。克莱恩打发走前来道歉的船长，对达克威尔道：“我先睡半个小时，你们盯住头子，有问题立刻叫醒我。”胖药师和猫头鹰同时小鸡近视般点头，靠住沙发背。克莱恩借助冥想迅速入睡，希望威尔昂塞汀已经给予回应。当他在梦中清醒，看见所处是漆黑荒芜的平原后，悄然松了口气，沿着熟悉的道路一直来到黑色尖塔的深处。那被一张张塔罗牌围住的凸起地面上，已多了一行行银白的单词，密密麻麻，为数不少。克莱恩停住脚步，快速浏览起来。它叫概率之头，是我们学派内部最高等级的封印物，我认为它能达到0分级的标准。它掌控的是每件事情的概率，1点时将对目标不利的概率放大到极限，2点时大幅度提升不利概率。这不意味2点一定比1点安全，因为概率一旦变高，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3点是对不利概率有所放大，4到6点相反。即使对能一定程度重置过程的我来说，它也是相当危险的封印物。利用它可以杀死半神，当然也可能杀死你自己。我懂，你和概率之头的较量就像赛沃劳德大神与头子之神的对抗。注一，克莱恩在心里吐槽了一句，接着继续阅读。概率之头有活着的特性，总是让持有者在倒霉和幸运之间来回，稍不留神就会因意外死去。当他苏醒程度变得足够高，他会一点点将持有者周围的人和物纳入自己的掌控，操纵他们行为的概率。虽然没有做过确认，但我怀疑，如果给他足够漫长的时间，他能影响整个世界，让一切生灵的一切行为都由他制出的点数确定。当然，神灵除外，简单来说就是数据化整个世界。这绝对是0级封印物范畴，危害程度极高，真是可怕啊！克莱恩难以控制的皱起眉头，迫切的往下阅读。要想真正的封印概率之头相当复杂，简单来说就是用特定的封印物隔离它与灵界、星界和现实世界的联系。你可以试一试。哈哈，我摊牌，我早就发现你可以对抗我的预知，也许你可以利用这一点封印它。另外还有个办法，但只能短暂降低影响，不过这足够将概率之头顺利送到可以封印它的人手里。那个办法就是利用它具备活着的特性，依靠有效的手段恐吓它，这样它会乖巧不安静一段时间，大概12个小时之后又会继续。恐吓次数越多，它受到的影响越低，超过1周后，它会记恨你，疯狂操纵你的概率。最后，感谢你的帮助，你诚挚的朋友威尔昂塞汀不愧是命运之蛇，果然有发现我的特殊，把概率之头丢到灰雾之上，应该能封印它。可问题在于，这种有活着特性的0级封印物也许能影响灰雾之上那片神秘空间，把我赶出去，自己变成主人。这种事情用占卜是无法得到答案的，他肯定可以做出对抗，就像008一样。克莱恩否决了利用灰雾的想法，念头电转间，他忽然有了个主意。克莱恩忙脱离梦境，清醒过来，对胖药师达克威尔道：“我有办法压制他的影响了。”什么办法？达克威尔惊喜问道。克莱恩没有回答，拿起4点朝上的概率之头，走进了盥洗室。他要做什么？我记得有些民俗里对协议事务的处理办法就是泼粪便。哦，达克威尔不愿意再想。进了盥洗室，反锁住房门，克莱恩立刻布置仪式，自己召唤自己。接着，他来到灰雾之上，带出了那个铁质卷烟盒，然后他拿起概率之头，并打开了卷烟盒，里面摆放着来自密偶大师的全黑之眼。昏暗的光芒里，克莱恩脸庞阴影深重，目光幽沉内敛的将概率之头凑近了那只诡异的眼睛，那是蕴藏着真实造物主精神污染的非凡特性。他嘴角缓慢咧开，露出和善的笑容，低声对手里的头子道：“来，我请你听音乐会。注意，赛沃劳德大神是 save load 的谐音，意思就是存档和读取。第125章发现异常。盥洗室的窗户很高，阳光照入不足，只能勉强驱散黑暗，一切显得昏昏沉沉。克莱恩拿着概率之头的右手刚接近全黑之眼，忽然抖动了下，将握着的事物扔到了洗漱台另外一侧。那乳白色的头子滚了几圈，最终定格为红色的4点朝上。克莱恩噙着不太明显的笑容，侧走一步，将概率之头重新拿起，
文质彬彬的低头问道：“你似乎不愿意听。这样，给我一个答案。”6点表示合作，其余代表拒绝。说完，他将概率之头往上抛起，然后伸掌接住。那乳白的头子直直落下，迅速翻滚了一圈，让鲜红色的6点正面朝上。很好，克莱恩低笑赞了一句，将全黑之眼丢回灰雾之上后，他转身打开盥洗室的房门，缓步走回了客厅。在胖药师达克威尔和猫头鹰哈里又期待又担心又好奇又疑惑的目光中，他忽然停了下来，将手里的概率之头扔了出去。不不！达克威尔和猫头鹰同时惨叫，害怕扔出3点以下的结果。后者更是下意识飞了起来，远离可能被闪电劈中的胖子。清脆的触碰声里，乳白色的头子在茶几上连续翻滚，即将定格为2点。就在达克威尔脸色刷的一下惨白时，那头子又懒洋洋转了起来，最终4点朝上。12个小时内，他会相对安静。克莱恩平静坐了下来，开始享用自己早已变冷的午餐。他的办法真的有用。达克威尔伏低身体，死死盯住茶几上的奇异头子。过了几十秒，他忍不住伸手，主动帮头子翻了个身，翻到了6点。他的手掌刚刚离开，头子无风自动，又回到了4点。真是神奇啊！格尔曼斯帕罗究竟用了什么办法？难道真拉了个大便，将头子浸到了里面？哦，达克威尔决定接受结果，不再去想原因，否则他怀疑自己会当场吐出来。抬头看了眼安静涂抹奶油的格尔曼斯帕罗，达克威尔突然觉得1000磅和一个承诺能请到这种层次的保镖实在是太划算了。他绝对可以和任何一位海盗将军并称。如果有富翁遭遇了我这样的事情，拿1半身家请他都不会犹豫。还好我只付出了300磅，剩下的由老师他们承担。达克威尔想到12个小时内不用担心头子乱滚，身心一下轻松，忍不住站了起来，伸了个懒腰。他走至窗边，推开了紧闭的窗户，只见外面云气稀疏，天高海阔。那无边无际的蔚蓝轻轻摇晃，倒映着明媚灿烂的阳光，就像被洒入了数不清的黄金碎片，这让达克威尔精神陡然一振，心胸都仿佛为之开朗。和贝克兰德德2月底才能回暖不同，罗斯德群岛海域已逐渐摆脱低温，万物生发，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吃好面包的克莱恩走至达克威尔侧后方，只觉此时的自己就像刚从冬眠蛰伏里苏醒的动物。他没有将脑海里瞬间闪过的那句诗念出口，这一是不符合格尔曼斯帕罗的人设，二是大概率会让达克威尔感慨罗塞尔大帝的诗歌天赋。到了晚间，头子未曾转动的情况下，天气有所改变，大风肆虐，乌云层叠，暴雨即将来临。这就是海上最普遍的危险，哪怕航行于前人已探索过的安全航道，也时不时会遭遇类似的情况，只是相对不会那么可怕。克莱恩望了眼高涌的波浪和昏沉的天空，发现船只就仿佛行进于山谷之中，两侧是高高的随时可能垮塌般的深蓝崖壁。那种强烈的压迫感让他这位中序列的非凡者也明显变得沉毅，甚至想向神灵祈祷，希望克伦能在这场暴风雨里安然无恙。难怪长期生活于大海上的水手、海盗和商人都会难以遏制的敬畏风暴之主，或多或少信一点。克莱恩暗自感叹了一声，虽然他不认为这场不算太厉害的暴风雨能埋葬风帆与蒸汽双重动力的克伦，但还是谨慎为重，低声向自己的马甲海神卡维图瓦做起祈祷。他害怕的是暴风雨中概率之头突然爆发，弄个1点让船只沉入海底，所以干脆预先做出防范。克莱恩确实相信命运之蛇威尔昂塞汀的判断，相信概率之头第一次被恐吓后会安静12个小时左右，但这是没有其他附加条件的情况下。他认为具备活着特性的封印物更应该当作人而不是规则的化身来对待，必须提防对方趁机发难。看了眼因暴风雨有些惴惴不安的达克威尔和猫头鹰，克莱恩平淡说道：我去休息一下，你们继续盯着头子，轮流来，不能放松。好，目送格尔曼斯帕罗进入主卧后，达克威尔走至茶几旁，一屁股坐下，边盯着头子边对猫头鹰哈里道：你现在有什么感想？哈里飞了一圈，咕哝道：为什么我不是海燕？主卧内，克莱恩进入灰雾之上，招手让海神权杖从杂物堆里飞了出来。他拿着这根顶部镶嵌青蓝宝石的短杖，迅速回应了自身的祈求。克莱恩并未消耗过多灵性去直接平复暴风雨，这一是因为还未远离罗斯德群岛海域，
如此明显、如此夸张的超自然现象，很容易就引起同领域内海王亚恩考特曼或船上风暴牧师的注意。二是得保留力量，防备概率之头。他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给船只附加了一层又一层超凡效果，让它在暴雨里、在风浪中稳稳航行，不会倾覆。对半神以下的序列5和序列6非凡者来说，要想对一条能承载几百人的客轮做类似的事情，必须提前许久准备，布置异常复杂的仪式，并几乎消耗殆尽，才有可能完成。可于这个领域的海神而言，一切轻松简单。半神果然已经有神的一面了。克莱恩喟叹一声，将权杖丢回了杂物堆，旋即无声无息消失在灰雾之上。接下来的时间里，船只起起伏伏，高高低低，如同风中的落叶。但无论周围的深蓝海浪有多么可怕，多么巍峨，它都没出现问题，平平稳稳来到了风暴的尾声。周四上午，贝克兰德，威廉姆斯街。福尔斯沃尔又一次乘马车抵达了这里。他没有再坐到咖啡馆里，而是沿着街道缓步慢行，打量来往的行人和周围的建筑，并时不时记录下有特点的人物，作为小说的素材。这里真的很多外国人啊，还是以福萨克和英蒂斯人为主。呵呵，一个是野蛮魁梧的白熊，一个是鲜艳花哨的公鸡。福尔斯低笑自语了2句。此时，他来到了威廉姆斯街中部，这里有一座废弃的小教堂，内外爬满了枯萎的藤蔓，到处散落着灰色的石头。福尔斯本着对得起世界先生报酬的心思，特意靠拢过去，查看有无异常。他先绕小教堂转了一圈，没什么发现。接着，他进入里面，小心避开恶心的粪便和腐烂物，快速审视起每个角落。突然之间，他视线的移动停顿了下来，他的眉头一点点皱起。某个半坍塌的角落里，地面不知被谁挖掘过，坑洼不大不深，有残留手指的痕迹。这算是一个异常吧。福尔斯谨慎退出，为做更详细的探查。走完整条威廉姆斯街后，他立刻返回家里，将发现的异常和记录的素材整理到一起，用仪式献祭给了愚者先生，请求他转交给世界。福尔斯并没有隐瞒自己看见的任何事情，哪怕他们表面没有一点问题，因为他很清楚是否异常该由世界来判断，而不是不了解情况的自己。灰雾之上，古老宫殿内，克莱恩直接就翻看起了魔术师小姐提交的报告。那座废弃的小教堂内有挖掘的痕迹，之前的已经被我和沙伦小姐处理过了啊。又有谁来挖过？拉夫特庞德那个图多家族的后裔，他上次被恶灵附身，差点死去，没有帮手的情况下，不太可能再冒险。会是谁？克莱恩想了一阵，未能锁定嫌疑者，只能继续往下阅读。看着那些很有语言美感的记录，他敏锐发现了一个问题。这条街上有不少外国人，主要是福萨克人和英蒂斯人。我之前去威廉姆斯街的时候不是这样，附近有新开设福萨克和英蒂斯的公司。福萨克、英蒂斯，克莱恩咀嚼着那2个国名，突然想到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福萨克帝国的皇室艾因霍恩家族和英蒂斯的前王室索伦家族，都掌握着猎人，也就是红祭司途径，是恶灵指定的解除封印的3种血液中的2种。加上班西港被摧毁的梅迪奇家族后裔，掌握着红祭司的3大势力已全部涉及。班西港被摧毁，导致梅迪奇家族的非凡特性借助某种奇妙的联系集中到了疑似红天使的恶灵那里，于是吸引了艾因霍恩和索伦家族的人。不，这不太现实。风暴教会要是没发现非凡特性，肯定会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另有原因，那恶灵通过别的方式吸引到了艾因霍恩和索伦家族的人。通过什么方式？通过谁呢？知道那恶灵存在的也就那么寥寥几个，我、沙伦小姐以及……念头急转间，克莱恩忽然想到了一个可能，那就是拉夫特庞德这个图多家族的后裔被恶灵附身一次后，已不知不觉成为对方的奴仆，暗中帮他散布出了消息。而恶灵向我和沙伦小姐求助，只是在麻痹我们，让我们相信只有我们能够解救他。为此，他不惜出卖了自己的后裔。克莱恩豁然一惊，有种被恶灵愚弄的感觉。